今天呢，我们就来实际设计看看，到底是真的好吃，还是只是好看而已呢？今天我们来台中一家，听说是网红聚集地，我还幻想我自己是不是个网红呢？这意大利面的由来远比你们想象的还要更加的早，即使它也不完全由意大利所发明。这看起来真的有点夸张哎！一整个碗里面一半都是牛肉，外表的焦脆，再撒点黑胡椒的香气，再加上粉色软嫩的质地，在咀嚼的同时，你会再感受到一股浓厚的蒜香味，最后会再补上一点橄榄油的香气，相当的迷人，相当鲜嫩的牛肉，再沾上椰香丰厚的酱汁，更另外一番的层次。入口绵绵奶盖不会太过于死甜，伴随着香甜的焦糖味，最后再补上一点淡淡的茶香味，整个完美融合在一起，我觉得比春水堂的珍珠奶茶还要好喝啊！嗨，朋友们，欢迎来到董 Miss，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欧文。今天我们来台中一家，听说是网红聚集地，更重要的是它的分量是夸张的大。如果你问台中人说有没有一家可以拍美美的照，还可以聚餐，又能把胃顾饱饱的呢？那应该他会跟你介绍这一间啦。春山招我，这间主打的是大分量创意餐点以及超浮夸的饮品，而且重点，这家是动物友善餐厅啊，而且整个环境呢相当的优美。我还幻想我自己是不是个网红呢？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就来实际设计看看，到底是真的好吃，还是只是好看而已呢？那就跟着欧文的视角体验看看吧 ，Let's go！ 嗨，朋友们，欢迎来到董 Miss。今天好吗？再难都要记得微笑哦。我们今天来到台中逢甲地区一间超级漂亮的店，号称是网红聚集地啊。我们今天就来看看这一家呢，到底有什么厉害的料理。哇，你看它的外观，好像可以给你打卡墙哦。它如果可以做成数位萤幕的话，应该会更厉害。那里面你看，真的很像文青店哎，好漂亮哦。那我们往里面走哦，而且它的外观啊，全部都是玻璃的。而且它的装潢都是类似清水模，看起来就非常的工业风，蛮漂亮的。那我们再往里面走哦，这个木门呢就非常的有质感啊。一进来呢，面对的就是他们的柜台。那这下面呢，大概有一大桌、两小桌，同时容纳大约10个人次。那这样1楼空间看起来是蛮漂亮的。它整个墙壁的摆设也都是蛮特别的，因为这里是宠物友善店，所以大多都是宠物、猫、狗、动物之类的图片。那我们随着楼梯到了2楼，2楼的摆设也是相当漂亮哦。那我们一走上来呢，这边有网美墙，没有？如果你喜欢拍照呢，这里就非常的适合你咯，布置的相当的精致啊。那里面呢，座位区是相当的多，有圆桌跟方桌，整个呈现是一个工业风的感觉。一进来我就相当的喜欢，你看这个环境又宽敞又清幽，是不是来这边喝个下午茶是蛮棒的呢？唤醒一天的精神就在这边，是不是很漂亮呢？而且整个布置真的是很漂亮哦。OK， 这是他们2楼的环境，那它里面还有一些包厢。看一下，有2间包厢。如果你们想要在隐私的环境啊，都可以跟他们预约哦。当然，包厢有2间，感觉都是蛮漂亮的。这是他们的包厢环境。OK， 那我们就等老板帮我们准备好，我们就开始喽。Let's go！ 嗨，朋友，那我们今天点的餐点都上齐喽，3道主餐，3份甜点，看起来是不是相当的丰盛呢？荧幕的你们是不是也跟着肚子饿了呢？那赶快跟着欧文进来吧。首先，我们现在吃9盎司万牛奔腾一盆炒，这看起来真的有点夸张哎！一整个碗里面一半都是牛肉，哇！这每一块牛肉外表呈现的样子就像骰子牛一样，是相当的粉嫩，而且表皮带点焦脆。欧文已经受不了，先来尝一口。哇，这真的嫩了。外表的焦脆，再撒点黑胡椒的香气，再加上粉色软嫩的质地，在咀嚼的同时，你会再感受到一股浓厚的蒜香味，最后会再补上一点橄榄油的香气，相当的迷人。真心不骗，这牛肉真的是有够软嫩，而且超级多汁的，吃个3碗应该都不会腻吧。
下面铺一层满满的沙拉生菜，当然不可以忘记啦。入口是那清脆甜而香的生菜，随后你也感受到葡萄干，一点酸涩，而且里面还有加上甜而多汁的小番茄，茄汁香气，能说不迷人吗？桌头旁边还有非常酥香厚实的法国吐司，烤得焦脆，上面还有抹上一小点美乃滋。入口的酥香是骗不了人的，随后会感受到淡淡的奶油香气，同时再补上一点美乃滋的酸甜。旁边还有沙拉酱汁哦，我们来尝试看看，蘸一点。厚实奶香干爽的吐司，再沾上沙拉酱，补上一点甜香酸涩的口感，味道层次是更加的丰富。清爽的生菜，我们给它补上一点沙拉酱。原本清爽香甜的生菜，再加上沙拉过后，整个酸甜滋味再补了上来，层次是更加的丰富美味。旁边还有半颗水煮蛋哦。我觉得这一碗的营养价值相当高，非常丰富的蛋白质，而且这个牛肉富含相当丰厚的铁质，还有蔬菜的综合维生素，一天的健康都给你补齐了。旁边的丽莎双倍牛排意大利面看起来是不是也相当丰富呢？先来尝口牛肉，这牛肉真的是有够鲜嫩的，相当鲜嫩的牛肉，再沾上椰香丰厚的酱汁，更另外一番的层次。入口牛肉的鲜嫩是无话可说的，再伴随着黑胡椒淡淡的提味，在咀嚼过程牛肉的多汁以及表皮的焦脆口感，带着软嫩的质地且多汁，随后再补上一点温润的牛油香气，这个口感跟和牛本藤的口感又不太一样。和牛本藤是切成块状的，软嫩中伴随着扎实的质地，那它这个是切成片状的，相当的水嫩的。旁边的主食意大利面，淡淡的金黄色，相当的漂亮。没有吃意大利面是不是要这样吃呢？欧文还是喜欢豪迈一点，直接这样吃。入口的意大利面不是走软嫩的路线，是带着 Q 弹有嚼劲的质地，伴随着沙爹酱香浓的口感，随后补上一点淡淡的椰香，真是秒爱上。哇，那这个面真的是蛮有嚼劲的，真的太好吃了。没想到南洋风味跟意大利面是这么搭配，而且不会太过于湿润，也不会太干。旁边好相当大根的玉米，看起来外表焦香的。哇，香甜的玉米也真是一绝。外表虽然烤得焦香，但是整个入口过程充满了香甜的玉米汁液。而当你在啃玉米啃了一半之后，你觉得乏味，可以再撸上一点丽莎酱，会更不同的层次哦。旁边有泰式塔香排骨酥意大利面，好丰盛的排骨酥，我已经受不了了，先尝一口。这排骨酥单吃就非常的味道，这个有先腌制过之后再下去炸，我觉得吃起来有点像小上海盐酥鸡。入口的排骨酥外表相当的酥脆，再带点浓浓的腌制香气，咀嚼过程你也感受到超级鲜嫩的猪肉，随后再补上一点白胡椒的香气，完全不会干瘪。旁边的主食意大利面，来上一口。入口的意大利面别有一番风情啊！相对于沙爹风味，泰式酱带点酸又带点甜，随后再补上一点呛辣感。然而在咀嚼的同时，你会感受到淡淡的柠檬香气以及椰奶的浓厚奶香，随后再补上淡淡的蒜香味，融合在一起，更加的清爽讨喜。如果两种意大利面，我是更喜欢泰式风味，但真心不骗，后面的辣劲呢，真的是蛮浑厚的。
那这意大利面的由来远比你们想象的还要更加的早。其实它也不完全由意大利所发明 ，pasta 的概念可以说是面粉再加上一点水，有的人会再加入一些蛋液所制成的面食。那最早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的东欧时期，那时候在古罗马时期就可以找到一些面皮或面片的踪迹。那它的形状大概有数百种，有细长的，有扁平的，但还不是现在意大利面的样子。那意大利面的形成大概是在中世纪的西西里，当时阿拉伯人将干燥面条的技术带入，让面条可以更加的长久保存，之后再加入静止的小麦来制作，使得面条更 Q 弹有口感，成为现在意大利面的重要特色之一啊。那为什么会成为意大利的代表食物呢？因为意大利的气候更适合种植小麦，随后再从美洲传入的番茄制作成各种酱汁，随后再发展现在我们所看到各式各样的意大利面。欧文手上的优格燕麦丸看起来是不是相当的丰富呢？有五颜六色的水果以及燕麦，先从百香果起手。酸甜的百香果再加上优格，微甜微酸绵密的口感，再给它搭上麝香葡萄的脆甜，应该会更加美味吧？确实，酸甜脆口滋味是更加讨喜，再搭配上一点燕麦的酥脆口感以及焦糖香气，旁边还有香蕉哦。艳丽的火龙果当然不可以错过吧。早午餐吃上这一碗的，真是相当的健康了。有优格的酸甜、火龙果的甜香，以及香蕉的软嫩、燕麦的酥脆，以及焦糖香味，随后再补上脆爽的葡萄，以及百香果的酸香，整个是各种滋味啊。朋友，如果你现在在增肌减脂的话呢，我觉得来一碗这个是非常适合的哦。朋友，饭后甜点也是必要的吧？我们吃那么多餐点了，来喝口饮料吧。溢出来瀑布茶欧蕾，奶香味真的是相当的浑厚啊，而且旁边还有珍珠哎。现在喝口茶。真的很好喝，入口是那香甜绵密的奶泡，随后再补上浓浓的茶香味，不会太过于甜腻。而且欧文最喜欢这个奶泡，入口即化口感，相当的绵密，随后再补上一点珍珠的 Q 弹。入口绵密的奶盖不会太过于死甜，伴随着香甜的焦糖味，随后再补上一点淡淡的茶香味，整个完美融合在一起，我觉得比春水堂的珍珠奶茶还要好喝啊！旁边相当漂亮的葡萄健护，这个是青夏限定的哦，看起来像不像一个完美的艺术品呢？欧文真的不知道从哪边开始起手呢。先来尝上一口葡萄，脆爽的葡萄不单单只是清爽甜香，我们给它沾上一点鲜奶油，我觉得这个女生应该会蛮喜欢的哦，酸酸甜甜的，相当的好滋味。随后再补上一点奶香啊，鲜奶油吃起来有点绵密，带点腻口，再补上清爽的葡萄，真是太完美了。而且它下面还有 Oreo 饼干碎，加上一点鲜奶油跟蛋糕。我觉得它整个概念有点像花盆这个 Oreo 的巧克力碎有点像碎土的感觉，上面插上葡萄，一整棵树的概念。我觉得整个口感吃起来有点像麦当劳在卖的冰旋风，香香甜甜的奶香味，再搭配上 Oreo 的脆爽以及葡萄的香甜，真是难以形容的美味啊！真的好像冰旋风啊！嗨，朋友们，欧文吃饱了。今天这一餐真的是相当的丰盛啊，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完美店。你看这个环境是不是相当的优美啊？而且整个看它的建筑起来是蛮走工业风的哦，不管怎么摆拍都漂亮，而且餐点也是丰盛澎湃到一个不行，只有一个形容词：色香味俱全。摆盘的相当的漂亮，入口的滋味各个有各个的特色，相当的丰富。牛肉不止软嫩又多汁，带着淡淡的牛肉香气，随后再补上一点点黑胡椒，完美。还有它的意大利面有2种口味，一个是泰式塔香，浓浓的南洋风味，随后饭后甜点有优格的香甜，再加上水果的酸香多汁，随后再补上一点燕麦的酥脆，真是完美的契合，真的是健康到一个不行。如果你们再找一间可以拍美美的照、聚餐，又可以把肚子喂饱饱的地方，来逢甲这一间准没错哦。好啦，我的影片到这边，如果喜欢影片，请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我最新的影片哦。也欢迎你跟我问说，你最喜欢哪一个餐点呢？我是董秘手文，吃永远味道，我们下次继续大吃特吃，用味探索世界，用嘴巴进入美食。你的支持是我吃下去的动力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